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正悄然蔓延，那些曾经拯救过无数生命的进口原研药，正从中国的医院里悄无声息地消失。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药品更替问题，而是关乎每个中国人生命安全的严峻挑战。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残酷的现实，看看普通中国人是如何在这场药品保卫战中苦苦挣扎的。杭州的李先生就经历了这样的噩梦。他6岁的儿子小明患上了支原体肺炎，高烧持续不退。李先生心想，没关系，去年他哥哥得了同样的病，打了进口的西舒美后很快就好了。然而当他带着小明去医院时，却惊讶地发现，那个曾经救过他大儿子的神药竟然消失了。医生告诉我，现在只能用国产的巴珠。李先生回忆道，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。果不其然，用了2天国产药后，小明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更加严重了。体温一度飙升到 39.6 度，李先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我的孩子会不会就这样被烧坏了？这不是个例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仅在过去1年里，就有161种进口药未在中国再注册，其中不乏过去临床常用的知名药品。这意味着，曾经救过无数中国人性命的药品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从中国市场消失。为什么这些救命的进口原研药会突然消失？答案令人心寒，它们的价格太贵了。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。有经济学家指出，大量进口原研药会消耗宝贵的外汇资源。以2022年为例，中国医药进口总额达到890亿美元，占同期外汇储备的近 3%。在当前经济形势下，控制进口原研药似乎成为了一种节约外汇的手段。然而，问题远比表面看起来的复杂。医保基金入不敷出的压力，无疑是导致这一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一些调查报告指出，高级官员的医疗待遇占用了大量医保支出。这种分配不均的现象，引发了公众对医疗资源分配公平性的质疑。更令人不解的是，一方面政府严格控制进口原研药，声称要节约医保资金，另一方面却有报道指出，在某些国际援助项目上，中国仍在大额支出。这种看似矛盾的政策引发了公众的疑问，为什么在关系到普通百姓健康的领域要严格控制支出，而在其他方面却显得较为宽松？2021年，国家医保局进行第5批全国药品带量集采。在这场号称为患者省钱的行动中，许多进口原研药因报价过高而落选。以李先生儿子用的阿奇霉素为例，2023年的集采中，进口的西舒美报价为 5.58 元每袋，而最低的国产药仅需 0.98 元每袋。看似悬殊的价格差异，实际上3天的疗程也不过相差14元。然而，就是这14元的差价，却可能决定一个孩子是否能快速康复，甚至是生与死的差距。更令人心惊的是，这种价格歧视并非个例。据悉，为了完成医保考核指标，一些医院干脆一刀切的只采购集采中选药品，完全不采购落选的进口原研药。有的医院甚至规定，使用任何进口原研药都要层层审批，这无疑为患者用药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。一位3甲医院医生无奈地表示，我们也想给患者最好的药，但是现在的政策下，我们根本无能为力。都是阿奇霉素，有什么区别吗？这可能是很多人的疑问。然而，事实远比想象的复杂。虽然国产仿制药和进口原研药的有效成分相同，但它们之间的差距可能就像华为手机和山寨机的区别。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几个关键方面。制剂工艺的鸿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原研药厂家凭借多年的研发积累和精湛的制药工艺，能够最大化药物的疗效。
而一些仿制药厂家可能受限于技术或成本，无法达到同等水平。就像同样的食材，米其林3星主厨和街边小店的厨师烹饪出来的味道天差地别。不良反应的隐患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。药品纯度直接关系到不良反应的发生率。以抗生素为例，上世纪90年代，中国生产的抗生素因纯度问题导致过敏反应频发。虽然现在有所改善，但在一些对纯度要求极高的药品上，国产仿制药和进口原研药的差距依然存在。审批流程的松紧同样值得关注。进口原研药需要经过长达数年、耗资数亿的临床试验才能上市，而仿制药只需通过一致性评价就能获批。这就像是一个经过千锤百炼的运动员和一个仅仅通过体检的普通人，虽然表面上都健康，但实际能力可能天差地别。以阿奇霉素为例，辉瑞的西舒美专利过期后，国内已批准了629个阿奇霉素药品批文，涉及312家药企。然而，这些药企是否都能达到辉瑞的生产标准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一位药学专家坦言，大多数情况下，原研药和仿制药的差距可能是95分和88分的区别，但在某些关键药品上，这个差距可能是95分和61分，甚至更大。在这场关乎生命的药品保卫战中，普通中国人似乎成了无声的牺牲品。当那些曾经可以挽救生命的进口原研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时，我们不禁要问，到底是在省钱还是在省命？深圳的王女士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噩梦般的夜晚。她的母亲，一位65岁的心脏病患者，突发胸痛，呼吸困难。王女士火速将母亲送到医院，却被告知常用的进口硝酸甘油贴片已经无法开具。医生说只能用国产的替代品，但效果可能没那么好。王女士回忆道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，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无奈之下，王女士只能求助于微信群。经过几个小时的疯狂寻找，她终于在一个黑市药贩那里高价买到了进口硝酸甘油贴片。我知道这可能违法，但我别无选择。这是我母亲的救命药啊！类似的故事在中国各地上演。在北京，28岁的白血病患者小张不得不每月飞往香港，只为买到已经在内地绝迹的特效药。在广州，一群帕金森病患者组建了海外代购互助群，轮流出国购买已经退出中国市场的原研药。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行为，实际上折射出的是中国患者在绝境中的无奈与挣扎。让我们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。2021年至2023年，共有161种进口药在中国退市或未再注册。在某3家医院的调查中，80%的慢性病患者表示，他们常用的进口药物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。2023年，中国海关查获的非法进口药品数量比2020年增加了300%。在一项针对5000名患者的调查中，67%的人表示，为了获得进口原研药，他们愿意支付高出50%的价格。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中国患者的血与泪。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面临艰难的选择，是接受可能疗效较差的国产替代品，还是铤而走险，通过非法渠道获取进口原研药。北京某3甲医院的张医生对此情况表示深深的担忧。作为一名医生，我们的职责是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疗，但现在我们的手脚似乎被束缚了。著名药学专家李教授则指出，虽然国产仿制药在某些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，但在一些关键的药品类别上，与原研药的差距仍然显著。盲目的追求低价而忽视质量，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患者。在这场关乎生命的博弈中，我们不能忘记
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，是一个完整的家庭。当我们在为14元的差价争论不休时，殊不知这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破碎与否的分水岭。在当下的中国，我们似乎需要重新审视，到底什么才是最宝贵的？是账面上的医保结余，还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安康？